Hello，我是卢干。我在最近参加了 The GNTK Game Jam， 这是一个在4天内根据主题做出游戏的比赛。这次的主题是 Loop， 可以解释为循环、回圈和环形，就是有那种不断重复的感觉。这次我跟我的朋友小丽一起参加，她负责音乐创作，而我负责其他的程式、美术等等。这个主题很好去理解，同时又很难设计，因为可以说 loop 存在于所有的游戏，每次的死亡重来也是一种 loop， 你不断打怪升级也是一种 loop， 所以要把这种主题设计的有趣，就是最困难的部分。比赛开始的时间是台湾时间7月31号半夜1点，所以我在知道主题后就先去睡觉了，而且因为是礼拜四，我平日要打工。所以我到了晚上才开始想到了很多有 loop 的东西，像是我们的一天、钟摆、时钟、黑胶唱片、心跳、任何形式的移动、地球，甚至还有莫比乌斯环。最后跟小丽一起讨论出了一个方向。首先，这游戏是一个2D 平台跳跃游戏，目标就是要到终点。主角需要透过一些事情来达到终点，但这些事情会消耗体力，体力用完了就会死掉，所以我们会有幻影的帮忙。玩家可以录下自己的动作，接着幻影就会重复一样的动作，代替自己去消耗体力，以此通关。但当我们讨论出来的时候，已经10点了，而且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精神上已经很累了，所以做了一些简单的移动去休息了。第一天，我们完成了初步的玩法构想。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幻影录影系统。一开始，第3个组员 C 同学给予的方案是每帧去记录玩家的移动，但我觉得这样太耗效能了，所以我改成只有玩家输入有变化的时候才记录，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效能。接着就是完成录影后，就会复制出一个幻影出来，并且模仿玩家的动作，但不知为何幻影总是会跳到天空去啊！结果是因为我把幻影的跳跃力调得比玩家还高啊！完成基本的录影后，我希望玩家和影子的移动有动画，所以我把之前弄好的 State Machine 复制过来，一种用来控制角色状态和动画的功能。然后我还给小白人和幻影做了专属的死亡动画，还有为了让录影出来的幻影做的事情和玩家一样，现在的录影还会时光倒流，整个世界都回到录影键按下的那一刻，接着幻影就会跑出来。为了让玩家知道时间倒流了，所以还需要时间的 UI， 然后也顺便画了其他的 UI， 体力、录影、暂停、重来。然后为了实现一些按钮的功能，所以我还做了一个系统来管理按钮的功能。然后我们终于可以设计关卡了，因为小丽开始说的游戏玩法有点像麦块成分，要砍树那些的，我就想到说让主角用头去撞树，因为这样会扣血蛮合理的，所以就先画了树和撞树动画，然后让玩家和幻影可以撞树。完成后就去睡觉了，因为已经快半夜2点了。第二天我完成了最核心的幻影功能，接下来就是把撞树的功能写一写。玩家撞到后会扣血，还有树撞3下会倒下，就可以变成一个桥，让玩家可以通过。然后也加上了玩家使用录影的次数限制，这样关卡也会比较好设计，也比较不会触发 bug。因为我写的录影还是有一点小瑕疵，但已经第3天了，时间宝贵。第一关设计好后，这让我想到一首很久的歌，叫所以我想要让主角有各种笨笨的死法，所以关卡设计上就是善用录影的机制去回避笨笨死法来通关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在晚上10点的时候，我想到一种更自然的界面设计。因为我的 UI 有时间、有暂停、有回放，很像影片播放器，也就是你们看 YouTube 所用的这个界面。
所以我在半夜1点的时候把它赶出来了，也顺便加了声音调整键。第3天我完成了3个关卡外，还有更棒的界面设计。来到最后一天了，在我勉强赶出4关后，我想到了一种主菜单设计，模仿播放清单的界面，然后影片就是关卡这样。在我做完的时候，已经快晚上9点了，距离比赛结束只剩4小时，最后就剩测试和修改，这也是非常的赶，还好在截止之前就完成了。这次我觉得自己设计的还不错，特别是影片播放器的设计概念。比较遗憾的部分就是没有花时间去做更多关卡设计。在这次比赛后，我才注意到我其实很多时间都花在写以前写过的程式码。如果能提早准备好工具箱，我就能花更多时间在关卡和画图上。但还是很有趣的体验。如果你想试试看我们的游戏，连结在说明栏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花了多少时间通关。拜啦！